1年前，走投无路的堂姐找到我，和我合开酒楼，我管后厨，他们夫妻负责前厨。我们说好了，赚的钱两家平分。后厨虽辛苦，但酒楼的生意却在短短1年间声名鹊起。如今酒楼生意蒸蒸日上，每日净赚50两。小二，上菜！来了！然而就在年底要分钱的时候，堂姐和姐夫却用一串猪下水打发我。这些是你在酒楼1年的分红，明天起你不用来了。酒楼1年赚的有上万两，你就用这些猪下水打发我？堂姐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哎呀，阿宁，这酒楼的钱是我跟你姐夫借的，你1分没出，每天不过是杀猪宰鸡做个饭，1年到头能分到这些已经不错了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姑娘家也到了出阁的年纪，我朝以仙寿为媒，你又这个样子，再在这酒楼抛头露面，就更寻不着好人家了。堂姐，这也是为你着想。为我着想？薛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你们用我娘的金钗做抵押才借到的钱？这1年多酒楼的后厨也是我一把撑起，说好了赚到的钱我们两家平分。如今酒楼生意这么好，你却想用这些猪下水把我当狗样赶走吗？你一个死胖子，就颠个勺还想把赚的钱平分？薛宁，你可真是厚颜无耻！我们富春居容不下你这样不要脸的人。当初不就是用了你们家一根钗子吗？拿上你的破钗子，给老子滚！厨子，你们竟然一直当我是个厨子！这1年来，是谁起早贪黑跑遍京郊去采买上好的食材？是谁不惜顶着刮风下雨去拜访名厨订菜谱？又是谁去各家高门跑关系订席面？厚颜无耻的是你们！如果没有我，富春居别说1年赚上万两，一桌席面都撑不起来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风太大也不怕闪了舌头。酒楼的菜有菜谱，谁来做都一样。生意好，那也全都是我跟你姐姐在钱塘迎来送往会经营，和你根本没有关系。阿宁，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，还把采买的活儿都放心交给了你，你又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死活赖着不走，是不是因为在采买里吃了回扣？怪不得成本一直降不下来呢。你今天要是再不走，我明天就去告上衙门，让你把吃进去的钱1分不剩全吐出来。都是一家人，堂姐不会占你便宜，更不会害你。拿着这些离开酒楼，赶紧把你这一身的肉瘦下去，再找个好人家嫁了，才是你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宿。一家人，薛婉，你还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？拿着这些猪下水赶我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怎么求到我家的？一家人，薛婉，你还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？拿着这些猪下水赶我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怎么求到我家的？堂姐，这是我外母家传下的菜谱，还有这些银子，足够我们盘下个小摊位，做个营生赚钱了。你能拿出那么多银子救下我们女儿，我们夫妻已经无以为报了，如今怎么能让你把家底儿都掏出来帮我们？而且菜谱是你外母家的宝贝，还有这银子，你若都拿出来，婶子抓药怎么办？这点银子怎么够？既然要做营生，本钱自然要多一些。这钗子是你外婆给我的陪嫁，你们拿去当了，还是值些钱的。婶子，你……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
你们姐妹俩能撑起这营生，好好生活，比什么都强。娘说的对，只要能吃苦能用心，一定能赚大钱。到时候赚的钱，我们两家平分，肯定都能过上好日子。阿宁，没想到你和婶子能帮我至此。我薛婉今日发誓，往后若有对不起你薛宁的地方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酒楼刚赚钱，你们就要赶我走，还用这些猪下水羞辱我。薛婉、赵大海，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从今日起，我和你们夫妻二人分道扬镳，再无瓜葛。我既然能一手撑起富春居，就定能再开上另一家酒楼。薛婉、赵大海赶我走，后悔的人一定是你们。这房子我租了，这个就当做定金。我这馆子若租，就得是1年起租，这根银簪可不够。我自然知道这银簪不够，但我是真心要租，还望掌柜的能宽限几日，我定把租金补上。既然你这么诚心要租，我就宽限你5日。5日后若租金补不齐，这银簪我可不退。多谢掌柜。薛宁，等等！明日你们富春居要几头猪？上好的2头乌，刚好到出栏的时候，别人出高价，我可都没卖。你们酒楼若定好了要多少，我明日一早就给你送去。确实是好肉，只是我已经离开富春居，这件事徐老板不用找我商量了。离开富春居？那富春居不是你们姐妹2个合伙开的吗？这说走就走了？我那好姐姐都用猪下水抵我1年工钱了，被人侮辱至此，我若再不走，倒显得我不识抬举了。可你离开了，明日杜员外的寿宴他们打算怎么办？杜家寿宴上少不了的那道用2头乌做的万字扣肉，这满京城可就只有你会做。既跟他们夫妻2人分道扬镳，那从今日起，这富春居的生意是死是活，也就跟我无关了。我这2头乌专攻皇家，当初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拒绝了其他大酒楼供给富春居的，没想到他们夫妻竟然做出这等过河拆桥的下作事。以后我这肉啊，他们别想再用半分。薛宁多谢徐老板这1年来的抬爱，以后您开门做生意，卖给谁，自然是您说了算。开酒楼的把厨子赶走了，我看这杜家的寿宴他们怎么办？若席面不好，得罪了杜员外，在这京中可是寸步难行喽。娘，您捡这药渣做什么？我这药一副太贵了，我想着把药渣多熬2次，也是一样的，还能给你省些银子。娘，是女儿不孝，让您跟着我受苦了。不提那些，富春居今日开业就满1年了，我看那酒楼生意每日都红火，想来婉婉给你分了不少吧。这些就是我堂姐给我分的工钱。你这1年为了操持酒楼起早贪黑，险些把腰都累坏了，他们竟然只给了你这些。当初可是他们走投无路，带着孩子求到咱们家的。黑心烂肺的东西，我倒要去问问他们，是不是把当初说的话发的誓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们若不把你应得的吐出来，我就告上衙门去。娘，没用的，当初因为信任堂姐，跟他们之间1没利器，2没文书，就算是告上官府也要不回钱的。那我们就只能吃这个哑巴亏吗？娘，回来的路上我想过了，
我有手艺有能力，若自己开一家酒楼，不会比富春君差。就连铺面都看好交了定金，只是这租子还差了一大截。等着，这是地契，当了他，去交租子。不行，这宅子是爹留给我们母女二人最后一件傍身的东西了，我不能把它当了。娘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我们阿宁遗传了外祖家的厨艺天赋，聪明又肯吃苦。既然能把富春居开得红火，就一定能再开另一家。娘相信你，等着跟你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明日就去把那铺面租下，一定会干出个样来。9600两，9700两，11382两。娘子，去年我们这富春居一年净赚了1万两啊！真的这么多？怪不得那个薛宁死活赖着不走，我看啊，是他一个厨子，妄想分这1万两银子呢。如今好了，他一走，这钱可都是我们的了。过几日我就去置办间大宅子，再去买几个得力的家仆，到时候看谁还敢看不起我赵大海。可如此一来，账面上活钱就少了，会不会影响采买？怕什么？明日是杜员外的寿宴，只他这一家就能净赚上百两，还怕账上没钱？掌柜的不好了，杜员外寿宴要用到的2头乌，徐老板不给我们送货了。不送，那你就上门去取啊。可徐老板说，从今日起，这2头乌绝不会再攻击我们富春居了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！这杜员外在京城势力盘根错节，这席面若是开不起来，我们这富春居怕是都要开不下去了。徐老板，今日杜员外在我富春居有寿宴，点明了要您这儿的2头乌，您看这肉何时能送去？送？你们伙计回去没告诉你们吗？我家这2头乌，以后连一根猪毛都不会送到你们富春居。虽不知我们是哪里惹得徐老板不快了，但席面要得急，还望徐老板别！我这店小，不敢跟薛掌柜和赵掌柜这种过河拆桥的人做生意，我怕像薛宁一样被你们用猪下水结账。姓徐的，薛宁的事儿是我们的家事，轮不到你说话。再说你养的猪这么多，除了我富春居，还有哪家酒楼能吃得下？你不要不知好歹，这1年多要不是看在薛宁的面子上，我这专供皇家的2头乌，怎么也轮不到卖给你们富春居。如今你们夫妻做出来这种黑心烂肺的事情，就算这猪都烂在圈里，我也不会卖给你们富春居1头。快滚吧！好你个薛宁，捞不到钱就这么给老子下绊子是吧？没有这2头乌，杜员外的席面要怎么办啊？走，富春居后院还有薛宁从前养的几头小猪，把它们全宰了，也够今日用了。掌柜的使不得，薛厨说过，这2头乌至少要8个月才能杀了吃肉，否则口感和味道都会大打折扣啊。薛宁说的话就是个屁，那姓徐的不给肉，今日若不宰了这几头猪，耽误了席面，得罪了杜员外，你几条命赔得起？赶紧的，杀猪取肉，若这几只小的肉不够，就拿普通猪肉顶上。薛宁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对面那铺子一直对外招租，难道他想把那铺子租下？东西都是现成的，
这酒楼开起来也省得你再置办。我这铺子地段好，每日来往人多，离驿站也近，很多官员下了职总会来这片找馆子小酌一杯，不用愁生意。只是有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讲好，对面就是如今京中势头最盛的富春居，你若不拿出看家的本事，可抢不过他们的生意。势头最盛，赶走厨师的酒楼，怕是没几天好日子了。昨日我就看你眼熟，如今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对面那个有名的薛厨吧？正是。哎呀，还真是你！你那道赛螃蟹可真是让我念念不忘啊！刘掌柜，您这是何意？你厨艺好，用料扎实，人又老实本分，我信你一定能把酒楼开起来。如今你刚开店，到处要用钱，这租子就先交半年的，剩下的到时候给我补齐就行。我说薛宁，你怎么还真的要自己开店啊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，竟然还敢在我富春居对面做生意，简直找死！哎呀，阿宁，姐姐劝过你，你不过是个会炒菜的厨子，这生意做不起来的。像我一样找个好男人嫁了，相夫教子才是正事。与其在这里关心我的铺子开不开得起来，不如担心今日杜员外的席面，你们要如何做？那道万字扣肉，店里除了我，可没人会做。薛宁，你不过是个厨子，离了你，我们富春居照样生意火爆。倒是你这么个一身病的娘，要钱如流水，不仅让你翻不了身，还早晚拖死。赵大海，你给我闭嘴！娘，过河拆桥，厚颜无耻！薛婉、赵大海，你们简直是白眼狼！婶子这话就难听了。薛宁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厨子，而我才是这全京城都认得的富春居老板娘。你若真为了薛宁好，就让他赶紧把这铺子的租子退了，制造成嫁妆，别到时候一辈子嫁不出去，让人耻笑。看到了吗？有我富春居在，你就算在这里开酒楼，也不会有一桌生意，早晚也是把银子赔得一干二净。跟你这个病秧子娘滚出这里！是吗？那我们就看看3日后到底谁的生意更好。这富春居用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两头乌，满京城除了宫中，只有这儿能吃到。我在数月前就早早跟老板定下，诸位今日就敞开了吃。还是杜员外的面子大，竟能让京城第一的富春居给您留足席面。早听闻这两头五的肉质鲜嫩，今日托杜员外的福，终于能一尝究竟。去，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来。杜员外，不知对今日席面是否还满意？哼，满意？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敢拿这种肉来糊弄我！看你这富春居是不想开了。我就是看中你这富春居有京城独一份的两头乌做食材，才在同僚面前夸下海口，把寿宴设在这里。结果你就用这些来糊弄我，是不是诚心要我在这京中沦为笑柄？您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京城中谁不知您杜员外的地位？我一介草民哪里敢糊弄您？那这菜是怎么回事？这菜，今日客人多，一定是后厨上错了菜。富春居每日人满为患，后厨偶有上错菜也算正常。对，这位大人说的是，今日席面太多了，这才扰了几位的雅兴，我这就把菜换了，再送您一坛窖藏女儿红，就当是给您赔礼道歉了。我像是差你那一坛酒的人？那您的意思是？废话少说，快把我那道万字扣肉端上来。若那道菜你还做不好，我定拆了你这富春居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做呀！这道万字扣肉要是做不好，那杜员外能扒了我们的皮。可是我别可是了，要是杜员外不满意，
别说你一个厨子了，就是这富春居都保不住。做！可这道菜我根本不会做。不会做！不是跟着薛宁学了整整1年吗？为什么连这道菜都不会？那个薛宁每日从切炖到颠勺，手把手毫无保留的教你，你为什么学不会？我可是把薛宁那本祖传菜谱都偷偷抄下来给你了，就是头猪也该会了。今日这菜，你就算是死也得给老子做出来！我本来就是个半路出家的，不仅没有天赋，还没有一点功底。是薛厨看我可怜才收我做徒弟，教我炒菜。我只想跟着他打下手，根本就没想过顶替他的位置。你胡说！当初让你留下掌勺，你可是自己应下的。那是因为你们欠了我3个月的月钱。要不是为了赚月钱给我爹治病，我早就跟着薛宁走了。反正这道菜我今天做不出来，你们把我弄死，我也做不出来。现在不是跟这个废物置气的时候，我们要赶紧想想怎么能让杜员外满意。这万字扣肉是杜员外点名要的，薛宁的徒弟都做不出来，整个富春居恐怕只有他自己会了。可他已经走了，不在富春居了。既然只有薛宁会，那就把他喊过来救个急。你的意思是，薛宁不是就在我们对面吗？你现在去用堂姐的身份让她过来做菜。阿宁啊，你看，反正你这店也没生意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去对面富春居帮堂姐做道菜，如何？堂姐当日不是把我赶走了吗？怎么今日反倒求着我回去了？这不是杜员外点名了，在席面上要万字扣肉，店里的厨师不中用，个个都比不上你。阿宁，你就看在我们是堂姐妹的份上，帮姐姐这一回吧，不然惹得杜员外不开心，富春居可都保不住了。你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倒闭的是吧？富春居倒闭与否，跟我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话不是这么讲的，我们在你们用猪下水把我赶走那刻起，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，毫无关系了。至于富春归是死是活，全靠你们自己的造化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快走，别在这里碍眼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让，别耽误我们开门赚钱。哎呀，婶子，我知道您心眼最好，最是心软了，你就帮我劝劝阿宁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一家人？谁跟你这种白眼狼是一家人？当初我家阿宁救了你们，还救了你女儿的命，你们倒好，赚了钱就忘了本，还用猪下水侮辱我的阿宁，快滚！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说我白眼狼，薛宁，你才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要不是我跟相公开了这富春居，让你在后厨掌勺有口饭吃，你还不知道带着你这药罐子的娘在哪里要饭呢。要我说，那猪下水都多余给你。你开了店，没我那根簪子，你靠西北风开店吗？簪子，一根破簪子就让你这么挟恩图报？你就是根簪子吗？给你，我现在可是富春居的老板娘，有的是钱，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。但薛宁，你记住，你这种厨子满大街都是，没了你，酒楼我照样撑得起来。我就等着你跪下来求我让你回去的那天。看来薛婉到现在都没明白，开酒楼，菜的味道才是根本。那道万字扣肉所需的刀工和调味都十分复杂，现在的厨师小陈根本就做不出来。杜员外又极重脸面，这道菜做不好，他们夫妻2个怕是要惹上大麻烦。呸！活该！可咱们这店里……哎呀，娘，你就别愁了，有你女儿这手艺，你还怕没生意吗？到时候只怕你会嫌忙不过来了。听闻这万字扣肉用料考究，刀工精湛，每日只供3份，难得的很啊！今日也是托了杜员外的福，才能有幸吃上一口。快让后厨把我的万字扣肉端上来！
薛宁人呢？哎呀，别看了，他不肯来。什么？不来？他不来，那这菜怎么办？掌柜的，你可快点上菜吧！杜员外见不到菜，眼看着就要掀桌子了。杜员外见不到菜，眼看着就要掀桌子了。赵大海，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还不是你没用，连个薛宁都叫不来。你现在倒怪起我来了。当初我就说了，薛宁手艺一绝，要等把他手艺都学到手，再跟他撕破脸。是你舍不得钱，非要赶他走的。老子不管你做的正不正宗，总之先给我做出一道端上去，把人糊弄过去。可那扣肉是宝塔状，用刀片肉，片到最后都不能断开。我这水平顶多切个肉片，怎么也做不成宝塔的样子。那你就想办法！现在立刻按我说的做，快！你有办法了？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，我还不信离了他薛宁，老子这店就开不下去了。让诸位大人久等了。赵掌柜，这菜可是让我好等啊！哎，好饭不怕晚，既是这店里的招牌，等一等又何妨？是啊，这菜我可只在宫宴上远远看过一次呢。这万字扣肉，刀工复杂，调味精妙，全京城也只有这富春居做得出来，而且每日只限3份，不是有钱就能吃得到。还得是杜员外才能让我等也跟着沾沾光。哈哈哈，这可真是托了杜员外的福啊！赵掌柜，还不快把餐盘打开！既然不能一刀切到底，那就切成肉片，再把肉片摞起来。不行不行，这道菜不是这么做的。那你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啊！不管如何，先把菜上了，糊弄过去再说。不愧是杜员外特意点名的菜，这造型果然精妙。今日可算是开了眼了。诸位，请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成了一盘肉片了？姓赵，竟敢拿这种东西糊弄我！不敢，我就是有10个胆子，也绝不敢糊弄您啊！不敢？那你跟我说说，这是什么？你今日让我丢尽了脸面，我一定要让你这富春居在京城销声匿迹。今天这厨子是新来的，定是他太紧张才把这道菜做坏的，绝不是有意欺瞒您啊！说什么？你们换厨子了？是啊，以前的厨子慌！一个开酒楼的竟然把厨子赶走，你可知来这里的多少人，正是冲着你家厨师那一手好菜来的。既如此，我日后定不会再来，而且会在京中高门好好给你宣传宣传，让你这种短视的小人再接不到一桌席面。今日杜某让各位见笑了，日后定当再聚，给各位赔不是。我们走。你等，求求再给我一个江湖不过的机会！放手！我今日还特意备下了一道特色美食苏珊，您一定会喜欢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这竟是传闻中的苏珊。据传，这苏珊来自前朝宫廷，工艺繁杂，极难制作。没想到能在这里一看究竟。入口冰凉，口感绵密，还带着花香。赵掌柜，这才是你富春居该有的水平。
员外谬赞。看在这苏珊的份上，我且不追究了。多谢员外，多谢员外。竟不知你何时会做苏珊了。我又不是厨子，怎么会做那劳什子？那苏珊啊，是之前薛宁留下的方子。这个是苏珊的配方，一定要收好。等到寿宴那日，浇上牛乳，撒上花瓣，就可以直接上桌了。我早就听说这姓杜的视甜如命，如今天气又热，肯定会对这苏珊满意，也算是那薛宁还有点用。还得是我相公脑子灵活，这大钱啊，就该咱们赚。宁卫小馆一听就上不得台面，怪不得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夫人，也不是所有做生意的都像咱们一样能赚大钱。哎呀，今天杜员外对那能解暑的苏珊可是十分满意，连带着中秋家宴都定在富春居了。可不是吗？咱们这富春居以后在京城中的生意可是要越做越大了，日进斗金，指日可待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个破厨子，不老老实实待在后厨干活，还想自己出来单干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就等着赔光了钱，带着个老拖油瓶滚远吧！两个白眼狼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只看眼前利益，不做长远打算。他们的富春居开不久了，可是好了，娘，不管他们，我们做自己的生意不好吗？这是什么？如今天气炎热，这街上来往的人虽多，但大多没什么胃口，不会进店。与其把热炒做招牌，不如做些解暑小吃，好打开名声。可这冰粉到处都有，我们这新店怎么能让人进来吃呢？寻常的冰粉调味是固定的，总有些是食客们不爱吃的。如今我们把小料摆出来，让客人按照口味自行调配，既让口味丰富，还能省下人工，一举两得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阿宁，脑子就是灵活。这薛宁弄这么大阵仗是做什么？一个破冰粉搞得跟御膳一样，装腔作势。有些人啊，卖不出菜，就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吃。有我这富春居的苏珊在，谁稀罕吃你那破冰粉？富春居名气那么大，咱这小店在他对面卖小吃，真的能行吗？放心吧，娘。富春居的苏珊价格昂贵，寻常百姓根本吃不起。但是这冰粉不仅不贵，还老少咸宜，正是我们能打开生意的突破口。老板，你摆这么多小料是要卖什么？自助冰粉，咱们家的冰粉15文一碗，小料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便添加，有传统的红糖山楂，还有应季的西瓜、葡萄，只要你喜欢，随便加什么都可以。小料能随便加，太好了！我爱吃冰粉，但是最讨厌吃红糖了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
老板，你这冰粉里到底放了什么？也太好吃了，一口下去，这身上的暑气都退干净了。真的，吃完之后浑身通透，太舒服了。我这里放了薄荷汁，还有荷叶水，最是消暑。你们若喜欢，可以多帮我宣传，日后来了，我每人送你们一碗。放心吧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少不了跟街坊四邻都宣传宣传。这真的能卖这么好吗？给我来一碗冰粉！我也要，我也要一碗。娘，这家冰粉太好吃了，吃下去比刘大人赏的苏珊还消暑。是啊，那苏珊一小碗就要2两银子，这冰粉可便宜多了。那我们明日还能来吃吗？这是新店开业，每位新顾客都送一碗酸梅汤。娘，这酸梅汤也好喝，明天我们还来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这孩子挑食的紧，没想到竟这么爱吃你店里的东西。过几日我还会出很多新菜品，你就跟着你娘一起来，老顾客每次来我都送影子。大家不要急，都有。这死丫头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卖个冰粉生意都能这么好。一碗10几文的冰粉而已，累死他也赚不到几个钱。我们这几日赚了快1000两。什么？1000两？你看，这几日赚的比薛宁在时要多上好几倍。可我记得客人并没有变多，利润怎么多了这么多？那是因为我把薛宁之前用的高档食材都换成普通的了，成本下来了，自然就赚得多了。都怪薛宁那个死脑筋，买东西就知道买贵的，害老子少赚了那么多钱。走，明日我们就去买田置地，把当初没的东西通通买回来。这才是我赵老板该住的房子，以前住的地方简直就是窝棚。这宅子太贵了，富春居账面上一共就5000多两，你这一下给出去可就没有活钱了。你懂什么？如今的富春居就是摇钱树，这么点钱几天就赚回来了。这宅子我买了，这是定金，你收好。老板大气，那就按照咱们说的，剩下的钱分3个月还清，逾期不还，我这钱可不退。别说区5000两，就是5万两，我赵大海也不缺。赵老板可想好了，您这账上可是都输了1000多两。我们赵老板可是富春居的老板，那富春居可是京城第一的酒楼，区1000两算什么？对，我的富春居日进斗金，区1000两算什么？滚！没钱还敢来赌？这是怎么了？赵老板，今日共欠我们8652两，白纸黑字儿写得清清楚楚，可千万记得还。8000多两？你不是说来随便玩玩吗？怎么会欠了这么多钱？区几千两，我守着富春居这棵摇钱树，还怕还不上？赵老板大气，我们这利息1月3分，1个月后记得本息一起还清。相公，我们这富春居一日所赚不过100两，你这8000多两，你在看不起我？我告诉你，薛婉，你再敢对老子指手画脚一句，老子立马就休了你！哼！
明日采买的钱给我。我们只剩20几两了，采买的钱怕是不够。什么？20几两？怎么就剩这么点钱了？这买了菜就不够买肉了？够？谁说不够？贵的买不了，便宜的还买不了。哥，本来就已经把每日的菜换成最普通的了，如果再把肉也换了，万一那些达官大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发现个屁！宽油多香料，就是神仙来了也尝不出不同。再说了，如今天气这么热，真有人问起就说是天太热变质了，怎么也怪不到我们头上。只要他们发现不了，那我们赚的可就更多了。就是你要买那些病猪？是我，我们可说好了，按照正常猪肉价格的30%给我。肉不是完整的，到时候一下锅，谁能知道是好还是坏？你确定要这些？确定。这是肉钱，您拿好。这猪是病死的，做肥料还行，可千万不能给人吃，否则可要出大事的。知道，放心吧。走一走，看一看啦！宁味小馆新菜尝鲜，今日来的客人，每人加赠1份例汤。糖醋里脊，橙子味儿的，闻所未闻。还有那虾球，竟然要跟什么芥末混在一起，能好吃吗？算了，我吃不来这新鲜玩意儿，还是去富春居吃我的红烧排骨吧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菜，把客人们都吓到我富春居去了。我说薛宁，你就别瞎折腾，就你这破店，要不了1个月就得倒闭，不如早点回来当个厨子，至少还能养家糊口。倒闭？我家的菜真材实料，健康新鲜，不像有些人黑心烂肺，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糊弄。你说谁呢？我们不如打个赌，就赌不出1个月，我这小馆绝对比你的富春居还要红火。陈师傅，你快来看，这肉好像不对劲。这肉是坏的。坏的？这肉全都是坏的。之前薛厨在的时候，都是每日一早去买最新鲜的肉，肉质是鲜红的。但你看这肉，隐隐发黑，明显不对劲儿。他马上就要开店了，这些肉该怎么用？如果真用这些肉做菜，不只会砸了富春居的招牌，还很可能会吃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这肉是我亲自去买，我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。难道你们想质疑你们掌柜的？可这肉都发黑发臭了，如果做成菜端上桌，被食客们吃出来，肯定会影响生意的。那你们就不能想办法不让他们吃出来吗？薛厨在时只教过我们用好肉做菜，这些坏肉我不会做，也做不了。是啊，掌柜的，反正时间还来得及，您不如再去买一批新鲜的回来。再去买？买肉钱你出吗？你看，香料足够多，不就尝不出来了吗？可就算尝不出来，食材不新鲜，也会吃坏肚子的。那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是做生意的，只管赚钱。要是你们不能干，有的是人能干。再多说一句，拖欠的3个月月钱1分没有，全给我滚蛋！
掌柜的，今日这猪肉口味怎么这么重？全是香料味儿，吃不出一点肉味儿。我早听闻有些无良店家会用香料遮盖坏肉的味道。赵掌柜，你们富春居这肉，该不会是坏的？赵掌柜，你们富春居这肉，该不会是坏的吧？您这说的哪里话？我们富春居可是京城第一的酒楼，怎么会用坏肉呢？但这肉的味道，确实跟往常不尽相同。那是因为夏天天气热，料轻了肉就容易坏，因此口味才重了些。确实，这天这么热，肉的变质速度大大加快，但料重了就会让这种情况有所缓解。不愧是富春居，想得果然周到。还是你有办法，用大料一遮，那群傻子就吃不出来肉坏了。那是自然，如今采买的成本不到往日的30%，利润足足翻了3倍。要不了几日，我们那宅子剩下的钱，还有我那一堆欠条，就能还清了。橙香糖醋排骨，宁香芥末虾球，请慢用。排骨和橘子做在一起，芥末和虾拌作一盘，这真的能吃吗？客官此言差矣，这橙子不仅能增添果香，还能让肉质转烂，而这芥末嘛，既能遮住虾的腥味，这炎炎夏日还能提神醒脑。哎呀，你就吃吧，这馆子的菜比对面富春居的都好吃。果香和肉香完美融合，炎炎夏日让人食指大动。客官对这排骨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这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排骨，你做菜真厉害。你快去后厨看看吧，之前富春居后厨那几个小伙子都跑来我们这儿了，赶也赶不走。大家今日来是为了……薛厨，拜托您留下我们吧。富春居近来生意如日中天，你们怎么反倒跑来我这小店了？什么如日中天？我看那富春居要不了多久就要倒闭。唉，薛厨有所不知，自从你离开后，那赵大海买的食材是一日不如一日，今日甚至买了坏肉臭肉。我们实在是不愿跟着他赚这份黑心钱。对，我们做人是有底线的，靠着坑害顾客赚的钱，我不要，我要赚干净钱。既如此，我这里正好缺帮手，不嫌弃的话，大家就留下来跟我干。虽然暂时不如富春鸡生意好，但是我们做良心生意，赚的是干净钱。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敢跟我撂挑子，不就是几个伙计吗？老子钱给够，还怕招不来人？不就是几个颠勺的，老子闭着眼都能招到。今日富春居周年大酬宾，吃饭9折，还送一坛女儿红。招聘后厨，月薪5000。薛宁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提醒你们，做酒楼这行，味道第二，良心是第一。如果以次充好欺骗顾客，早晚会出大事。我呸！什么出大事？我看是你自己的生意不好，就眼红嫉妒我们。我告诉你，薛宁，别以为富春居离了你就过不下去了。自从你走后，我们的利润翻了整整3倍。你在时，就算生意好，每日也不过赚个大几十两。如今我们日进几百两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赚大钱了。还不用跟你这个厨子分钱，全都是我们夫妻的。走走走，别耽误我们赚钱。几百两，富春居赚的居然多了这么多。想来他们夫妻怕是把所有食材都换成了烂的、坏的，顾客明显变少，怕是有人已经吃出不对劲了。
薛婉、赵大海，你们就继续用这些食材坑顾客吧，等到出了大事，你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上。这菜嚼起来口感也太烂了，还有这肉，总是隐隐有股臭味。走走走，换地方吃去。这虾新鲜弹牙，这才是好食材。还有鸡腿，没有腥味，只有肉香。老板，这虾肉再给我来一盘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这肉有问题，快给我寻郎中来，我肚子好痛。好你个胆大包天的，竟然敢在食物里下毒！这可是侍郎家的公子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几条命都不够赔的。什么？下毒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这食材都是我亲自买的，绝不会有问题。我的肚子要痛死了！傅春君在饭菜里下毒，快报官！没有下毒，没下毒！哎呀！王八蛋！你们富春居竟敢用这种东西给老子做菜！老子还特意把你们的红烧肉带走给我爹吃，怪不得他吃完后柯师傅就上吐下泻，原来竟是因为你这黑心肝的！我可以解释的。敢骗老子，老子今天就打死你！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这里面有误会，你们别打了！误会？这么多臭肉明明白白摆在这里，你们还想怎么狡辩？有话好好说，你们也不能打人啊！好好说，我的爹上次因为你们这肉拉肚子，差点去了半条命，还想跟老子好好说，我可去你的！全完了！好了，今日的账算完了，共赚了85两4钱。85两，一天就赚了85两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我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啊！这店你前堂后厨一把抓，看着小脸儿都累瘦了。放心吧，娘，只要我们用心开店，以后这日子啊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启禀大人，我家公子从今日晌午在富春居用完菜起就昏迷不醒，还望大人狠狠责罚这个歹人。还有我家夫人，腹泻不止，几欲昏厥。我家兄弟也是，就是他。没错，就是他们两个。大人一定要严惩啊！大胆薛婉、赵大海，竟敢以猎充粮，以斧作先，会食害众，竟致众人呕泻不止，简直可恶！大人，我是有苦衷的，大人。今责令你承担所有受害食客的医药调养之资，分文不得短少。另外，重打30大板，即刻行刑。是，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启禀大人，行刑完毕，限你5日内将食客所有银钱赔付完毕，否则重刑伺候。不把你这些东西都当死，老子拿什么赔钱？您看看这些能当多少？
成色一般，一共500两。500两，我买这些花了3000两都不止。就这些，爱当不当。那我不当了。谁说不当了？不当了，这些去赔钱。你难道想让老子被下大狱吗？要不是你当初花钱买这些破烂玩意儿，老子手里至于没钱吗？赵掌柜，您先前定的那宅子，后续的钱可到日子该给了。眼下这光景你也见到了，要不通融一下？这上面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，要是你们不给，我今日就告上衙门去。这些先还作一部分，剩下的限你们10日之内还清，则等着下大狱吧。哼！我的钱，把我的钱还回来！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非要去买那什么便宜猪肉。这下好了，生意被对面薛宁抢走了，家里如今连1个铜板都没有了。你是要我跟女儿去喝西北风去啊？薛宁，要不是他抢生意，老子的店怎么会沦落至此？贱人，敢抢老子的生意，老子就砸了你的店，让你再也干不下去！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薛掌柜的这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。吃了薛掌柜这一手菜呀，别的酒楼是再也不想去了。这才刚刚中午，今日营收已经200多两，细细算下来，竟然已经比当初的富春居生意还要好了。娘的金簪，还有爹留下的地契，马上就能赎回来了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你这菜虽然好吃，可开在城东，离我家太远了。有没有考虑在城南开家分号啊？什么城南？应该开在城西。城北也得开，我天天可太馋这一口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家阿宁一定会把店开到各位家门前的。我已经在看新的店铺了，等开新店了，大家一定要去给我捧场啊！咱们家老顾客通通打9折。好，薛掌柜，我们静候佳音。静候佳音。吃饭的都给老子滚！老子今天是来找薛宁算账的，敢抢老子的生意，老子今天就砸了你的店！不是要做生意吗？老子看你这生意怎么做！赵大海、薛婉，你们给我住手！我们开店做生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凭什么砸我们的店？让他砸，我倒要看他今天到底还要做什么。薛宁，我以为你这么说，老子就会停手。你停不停手我都不在乎，我靠手艺吃饭。你今天砸了，我就明天重新装修，重新开店。我的手艺在，食客们就还会回来。薛宁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抢了我们富春居的客人，还有脸在这里说开店？抢！客人来我的店，是因为我的手艺好，食材好，从不会坑害顾客。而你们菜用烂的，肉用臭的，不止难吃，还把客人们吃得上吐下泻，差点出事儿。如今富春居要倒了，你们不好好反思自己，反倒用这些下作手段来砸我的店。富春居的生意一落千丈，与我无关，全都是你们自己一手造成的。贱人，今天要杀了你！看谁敢动薛宁！薛宁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竟然找人打你姐夫！姐夫，你不说，我以为你们是薛掌柜的杀父仇人呢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给我上！我已命人报了官，按我朝律例，寻衅滋事者，轻则杖刑，重则下狱。你们确定要为了这种人被投下大狱吗？区1两银子，我们还是……既然你们都是一家人，
那你们的事儿我们还是不掺和了。走。好啊，你薛宁，几日不见，竟连姘头都找到了。赵大海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你这口味可真够重的。这死胖子腰粗脸大一身的肥油，看一眼就想吐，你还跟他好，也不嫌恶心？你干什么？口吐恶言，该打。你薛掌柜手艺绝佳，为人又正直善良，在如今的世道下，他一个女儿家凭一己之力就将宁卫小馆做到此等地步，连我堂堂7尺男儿都自愧不如。这样好的女子，竟然被你用这等污言秽语侮辱，你简直该死！他这是在帮我说话。我呸！要不是抢了富春居的生意，就他这破馆子，怎么可能有这样好的生意？老子警告你，这是我跟薛宁之间的事儿，识相的你就赶紧滚！该滚的是你们。薛掌柜手艺好，用料好，生意自然会好。而你们用病猪肉偷梁换柱，为了蝇头小利，连良心都不要了。现在落到这般田地，那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放屁！要不是他薛宁离开富春居，让我们没了生意，我怎么会出此下策去买便宜猪肉？说到底，都是薛宁的错。我离开富春居，是你们用3斤猪下水羞辱我，羞辱我母亲，硬生生把我赶走的。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你们做生意要凭良心，是你们不听劝导，一错再错。我可是你堂姐，你吃点亏怎么了？事到如今，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初信任你和赵大海，跟你们合伙开了富春居。我敬你是我堂姐，倾尽所有帮你把酒楼开起来，可结果呢，竟养活了你们这2只白眼狼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寻衅滋事，随意打砸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！前几日刚挨了板子，我看你也是死心不改，跟我们走。官爷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你们放了我相公吧。官差办事，你若再阻拦，就连你一同带回去。呸！活该！还不快走！做人做事要讲良心，我对他们仁至义尽，没想到他们竟把自己做到如此境地。多谢盛公子，今日之事牵连到你，改日我定登门道谢。既如此，那盛某就在家等着薛掌柜了。相公，你怎么样了？薛宁，老子如今这样全都是你害的，老子一定要翻身，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他家的生意现下如日中天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哼，谁说的没办法？相公有主意了。我听闻过几日京中要办品宴大会，这大会是由太后牵头。若我们能在品宴大会上拔得头筹，不仅能名声大噪，还能成为宫中御用。可请厨子、找门路、买材料，哪一项不要钱？如今富春居倒了，我们没了进项，还背了一身的债，拿什么去参加那什么品宴大会？没钱，那就把富春居抵押出去。抵押富春居？这是抵押地契的钱，再加上你之前在我们赌坊欠的8000多两，若半月之内还不上，这富春居可归我了。拿着这钱去求杜员外，他财大势大，总会给我一条门路。至于那薛宁，就等着被我赶出京城吧。杜员外，这是小人的一点心意，只求您给我一个参加品宴大会的资格。这么点东西也敢求到我这里？去，别在这里碍我的眼。老爷，这次品宴大会是太后娘娘牵头，若老爷引荐的人能一举夺魁，定能在太后面前狠狠长脸。就他，富春居从前就是以前朝宫廷菜出名的，工艺繁复，口味独特，一定有独门绝技，只要拿出来参赛，定能讨太后娘娘欢心。我可以让你参加品宴大会，但是你必须拿出那道前朝的宫廷菜赤龙绕柱，在大会当日当作祥瑞呈给太后。赤龙绕柱，这大会是由太后娘娘牵头举办的，
你若能拿出这道菜博得太后欢心，以后这荣华富贵啊，有的是。前朝宫廷菜全写在薛宁那本祖传菜谱里，咱们哪里做得出来？杜员外，我能不能做其他菜？其他菜既做不出，别在这里碍我的眼。小的定不负员外所托，在品宴会上拿出赤龙绕柱，一举夺魁。怎么办？距离那个品宴大会只有3天了。3天，我们上哪里去找赤龙绕柱的菜谱？菜我们不会做，但是菜谱我们可以偷啊。偷？我早听说小臣父亲重病，急需用钱。虽然那白眼狼离开富春剧去投靠了薛宁，但是重金之下，他必定会背叛薛宁。不愧是相公。薛宁，老子一定要在品宴大会上一鸣惊人，东山再起，把你死死踩在脚下。松鼠桂鱼慢用。哎，薛掌柜，近日怎么看您消瘦了些？店中事忙。盛公子不是说今日要去京郊巡营，怎么这天都快黑了，又来我这小店了？有些人啊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还有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秀色可餐。秀色可餐？酸甜适口，鱼肉紧实。薛掌柜这厨艺，竟是那御厨都比不上。盛公子谬赞了。不过你这手艺这么好，独家配方可一定要保管好，别轻易叫人学了去。我们家的伙计都心思耿直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，他们做不出来。钱呢？这菜谱终于让我拿到手了，钱货两起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菜谱来自前朝宫廷，不是一般厨师能琢磨透的。所以不管你找谁做，一定要按照上面的配料分毫不差，绝不能改动。算你识时务。掌柜的，我刚刚怎么好像听到有人说话？有吗？算了，许是我听错了。掌柜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们开的月钱已经很多了。哎呀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爹的病要紧。掌柜的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成了！这菜谱还真让你弄到了。薛宁向来谨慎，尤其这菜谱他每日都妥帖保存。你这么轻易就拿到手，会不会有诈？你这么轻易就拿到手，会不会有诈？有诈个屁！那小陈本来就是个墙头草白眼狼，见钱眼开的东西。他能背叛富春居去投奔薛宁，就能为了钱再从背后捅他一刀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如今菜谱拿到手了，我们只要再找到一位名厨，按照菜谱做，一定能在品宴大会上好好挣个脸面。你说到轻巧，抵押富春居的钱大半都送给了杜员外，如今我们只剩一点傍身钱了，哪里还请得起名厨？
为了能翻身，把这钱花完也值得。我是听你说这富春居是京城第一酒楼，才答应来做主厨的。怎么你这店今日看来竟连一个人也没有？倒是对面这小馆子，店面不大，人气却旺得很。一个白眼狼开的店而已，不足为惧。白眼狼？有些人啊，就是趁着富春居出现了一点小问题，才用下作手段把顾客都抢走了。如今我请来了江南名厨方大厨，今日起，我们富春居一定能再次火爆京城。而那些个白眼狼，就等着灰溜溜滚蛋吧！白眼狼？对面掌柜的是在说谁呀？管他说谁呢？能用病猪做菜的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走走走，赶紧进去点菜去。那道芥末虾球馋了我好几天了。哎，你说薛掌柜，有些人的脸皮也不知是何物做的，病猪事件都搞得人尽皆知了，竟还有脸在此说什么东山再起，真是笑掉人的大牙。小白脸儿，你骂谁脸皮厚呢？谁气急败坏，盛公子说的自然就是谁。赵大海，我奉劝你，做生意要讲良心，入口的东西尤甚。你若不把心思放在如何做好菜，服务好食客身上，不管再来多少次，富春居的生意都照样不行。就是，缺斤少两，烂菜臭肉，目光短，黑心干。你们，薛宁，你不就是仗着那本祖传菜谱，又趁虚而入抢了我富春居的顾客，才把生意做起来的吗？给我等着！到过几日，我在品宴会上做出前朝御菜，一鸣惊人，我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磕头道歉，还要让你这破馆子关门大吉，滚出京城！前朝御菜，我会做前朝御菜，是因为我外祖家传下的菜谱，但是你又为何会做？难不成是偷了我的祖传菜谱？难不成是偷了我的祖传菜谱？谁偷菜谱了？我请来的方大厨可是江南名厨，当今御厨的亲传弟子，肯定比你这个野路子强。反正你就等着给我磕头道歉吧。这上面有一道赤龙绕柱，请您务必每个步骤、每个用料都按照菜谱来，一点都不要改。白芷、丁香、肉蔻，这香料的用量未免也太多了。你确定要用这个菜谱？那是自然，这可是前朝宫廷御厨留下的菜谱，绝不会出错。既然你坚持如此，那我就按照这菜谱做。但有一点，您说，我只负责做，如果品宴会上这道菜出了岔子，惹了麻烦，我绝不担责。您就放心吧，只要按照这菜谱上菜，到时太后她老人家一高兴，别说我这富春居，就是您的名声也得在这满京城传开。无耻小人，下作行径。只是有一点，那赵大海倒是提醒我了。什么？几日后的品宴大会，你要不要也去参加？品宴大会？参加。阿宁一定要去参加。当初是你看他们夫妻落魄可怜，才帮着他们把富春居做起来了。可结果呢？辛苦1年养出来2只白眼狼，还用3斤猪下水羞辱你。如今他们自己作践富春居，把生意做没了，反倒时时刻刻来为难你。既如此，你就去参加那个品宴大会，狠狠赢下这比赛，让赵大海彻底绝了心思。伯母说的甚是，赵大海那种人，只有把他彻底踩死，才能让他从此再不敢招惹我。可我听说那品宴大会要由京中高门引荐，我们就一个小馆子，如何参加得了？你若不介意，就代表我们盛家去，到时若拔得头筹，也好让我沾沾喜气。
可参加的人是代表各大高门的脸面，我能行吗？你若不行，这满京城就无人能行。盛公子就这般信我？你的人是顶好，做的菜自然也是这京中顶好。就算是御厨来了，我也信你一定能赢。既如此，那我就一定要赢下这品宴大会。杜员外，您且放120个心。这次的赤龙绕柱是我特意寻来的御菜食谱，又找了江南名厨亲自操刀，一定能拔得头筹，让您在太后娘娘面前狠狠长脸的。最好如此，否则我不仅会让你的富春居在京中消失，也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谨遵杜员外教诲。薛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薛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品宴大会广集英才，你能来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比？这品宴会是太后娘娘牵头举办，由京中高门引荐才能参加，来者哪个不是京中名厨？就你那个小破馆子也有脸来？我要是你，就现在立刻滚远一点，省得待会儿让自己丢尽脸面。一个小馆子的厨师，怎么敢来这品宴大会？员外有所不知，这薛宁本是我们富春居一个后厨的，结果仗着是我堂妹，就狮子大开口，竟要分走我们盈利的一半，结果贪心不足，被我和我相公赶了出去，这才在富春居对面开了间小馆子，苟活度日。我贪心不足？薛婉，几日未见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见长不少。好了好了，这品宴会要由高门引荐，你既没有，就赶紧走，别污了这地方。谁说我没有高门引荐？就你能认识什么高门大户？就是一个小馆子，每日来往的都是三教九流上不得台面的人，还高门，风太大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杜员外，我看您还是快点让人把他带下去，省得脏了您的眼睛。按着。薛宁是由我盛家引荐参加的这品宴会，不知我盛家在杜员外眼里够不够得上高门二字？竟不知盛大公子今日也到访此宴。薛宁是由我盛家引荐，自然就是代表我盛家。杜员外让人赶走薛宁，莫不是要给我盛家难堪？你一个小白脸装什么高门？知道这是谁吗？快给我闭嘴！哎呀，杜员外，你定是被他这副人模狗样的样子给骗了。京中高门甚多，这小白脸肯定是跟薛宁狼狈为奸，合起伙来骗人的。哦，你倒是说说我怎么骗的？我在薛宁的小馆子里日日都见你，能去那种小馆子的，怎么可能是京中高门？定是哪里来的破落户，还想吓唬我？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薛宁，别以为找了个破落户来招摇撞骗就能唬人。杜员外才是那个跺跺脚就能让京城震三震的高门，就你找来这个小白脸，只有跪下来给杜员外磕头的份儿。竟不知杜员外在京中竟还有此等人。正是，我们杜员外啊，都说了，快给老子闭嘴！哼！早听闻富春居的赵大海以次充好，害得食客们轻则腹泻，重则昏厥，没想到竟还如此拜高踩低。杜员外既跟这种人相熟，那盛某定会禀明家父，日后少跟杜员外来往。混账东西！那位可是盛国公家的大公子，你是要害死我吗？盛国公，不可能！薛宁怎么会跟盛国公家的公子相识？盛国公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今日若因你几句话影响了盛国公对我的看法，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杜员外，我实在是不知薛宁那个贱人竟然能攀上如此高门啊！去，快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拖下去，日后不许他再靠近员外府。哎呀！
小人知错了，您就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吧。品宴大会正式开始。杜员外，品宴大会已经开始，您若执意要赶我们走，可就无人可用了。您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了我们这一回吧。罢了，但是你那道赤龙绕柱定要讨得太后欢心，否则我定饶不了你。成了。你确定真的要每一步都按照菜谱做？方大厨，您就做吧，等上了菜，肯定能技惊四座。既如此，若出了岔子，你记得跟我绝无干系。臣知这次品宴大会恰逢太后娘娘诞辰，特地为您准备了这道赤龙绕柱。真是巧，我盛家为了此次品宴大会，特地请了宁卫小馆的薛掌柜，做的也是赤龙绕柱。我盛家为了此次品宴大会，特地请了宁卫小馆的薛掌柜，做的也是赤龙绕柱。薛宁，你为何要跟我用同样的菜品参加品宴大会？品宴大会并未规定不能做同一道菜，我做这道菜合情合理。况且我倒要问问赵掌柜，这道菜乃是前朝的宫廷御菜，用料做法都记录在我外祖家的菜谱里，从未外传过。你又是从哪里做得的这道菜？难不成是赵掌柜的偷了我的菜谱？偷菜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本宫眼里揉不得沙子。赵大海，你这方子到底是哪里来的？回太后，小人前些日子寻来了一位江南名厨，这方子是他师傅教给他的，与薛宁绝无干系。那可真是巧，天下名菜千千万，这江南名厨会的恰好是薛掌柜祖传菜谱里的那一道。正是因为千千万，所以同一道菜肯定不止一人会做。启禀太后娘娘，小人这菜不管是从用料还是技法，都比那薛宁技高一筹。就算是方子一样，小人也相信口味上定能胜过他许多。哦，是吗？千真万确。这薛宁屡次为难小人，还希望太后做主。若今日他薛宁的菜输给了我，就让他从此滚出京城，此生不得入京。大胆！太后在此，你竟如此口出狂言！正因为太后在此，我才要跟他打这个赌。当初富春居是我一手经营起来，就算你使了下作手段让他的生意不复从前，但是他曾经的辉煌也跟你毫无关系。只要你在品宴会上输给了我，我就能要你滚出京城。薛宁，你这辈子都要输给我！混账东西，胜负尚未分出，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盛公子稍安勿躁，这个赌我答应你，可若你们输了，就要在全京城的高门权贵面前给我鞠躬道歉，然后从此离开京城。没想到本宫这一个小小的品宴会，竟还有这般插曲。罢了，既如此，就由本宫做主，允了这个赌。竟是本宫从未尝过的鲜美。快，都来尝尝。这口感，这肉质，简直闻所未闻，不愧是御菜，让人一口难忘。薛宁，做得不错，赏。多谢太后。启禀太后，小人的菜也是赤龙绕柱，且用料工艺都远高于眼前这道，还请太后品鉴。
什么东西，竟敢污本宫的口？难吃？怎么会难吃呢？杜员外，你把这等人引荐到本宫面前，究竟是何用意？太后娘娘明鉴，臣。你引荐的东西，你自己尝，还有你们也都尝尝。此等厨艺也敢在本宫面前夸下海口，简直荒谬！蠢货，这就是你说的前朝御菜，连泔水都不如，又腥又臭，真是恶心。还有这苦味儿，嘿，腥臭，苦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难吃？是你在配方里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启禀太后，小人是赵大海聘请来的厨师，这道赤龙绕柱也是完全按照他给小人的方子做的。小人早就提醒过他，这方子从用料到手法全都不对，是他一意孤行，不听劝阻，还请太后明鉴。你胡说！这方子是我从薛宁那里偷来的，不可能有问题。如果你拿到的是假的菜谱呢？假的？我怎么可能因为区区几两银子就背叛薛掌柜？给你的方子自然是假的。混账！你为什么要给我假方子？为什么？那我倒要问问赵掌柜，明知我父亲治病需要用钱，又为什么无故扣押我3个月月钱不给？那是因为无故扣押月钱，还对我们动辄打骂，每日只要起床迟1刻钟，就要扣半月的月钱，根本没把我们当伙计，根本就是把我们当狗。我们这些伙计，要不是一直有薛掌柜借记，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区区一点银子就想让我背叛薛掌柜，做梦！掌柜的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何事？赵大海偷偷找我要偷您祖传的菜谱，我怕不给他，他会再起其他歪心思，就写了份假的糊弄他。您不会怪我吧？我怪你做什么？倒是你小子脑袋比从前灵光许多了。薛掌柜为人正直，待人真诚，和你这种黑心烂肺的东西根本不一样。赵大海，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，也告诉过薛婉，做生意切不可偷奸耍滑，对待自己手下人更不能毫无真心。谁知你竟无可救药到如此地步，如今胜负已分，你也该依约滚出京城了。薛宁，都是你害我，都是你！来人，快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你们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欠我们赌坊8352两，再加上这抵给我们的富春居，如今既还不上，那这富春居就是我们的了。滚开！连富春居都没了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管不住那个薛宁，老子至于落到如此地步吗？到了如今，你还在怪别人？如果不是你贪得无厌，一点分红都不舍得给薛宁，富春居怎么会倒？我们怎么会一无所有？你还敢跟老子顶嘴？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赵大海，你就是个废物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母女跟你再无瓜葛。阿宁，阿宁，你救救堂姐吧！赵大海已经喝醉掉进河里淹死了。这次只要你再帮我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背叛你了。没有第二次了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
赵公子、盛公子，你们这是？没想到几日未见，薛掌柜竟已然成了一位窈窕俊秀的小娘子了。薛掌柜如今样貌，某人怕是更要夜不能寐，想着如何找借口能日日来这宁卫小馆了。盛公子近日是睡不安稳吗？薛娘子莫要听他们胡言乱语，无论你丰腴或清简，于我心中都是一样的角色。都是一样的角色。你们，薛宁多谢盛公子抬爱。这是上次在品宴会上，薛娘子名声大噪，俨然已经成了京城第一名厨，不知是否赏面去执掌中秋晚宴呢？去，当然要去。远离了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和事，我的精彩人生才正要开始。